Hello，各位爱编织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爱织的频道，我是艾芙琳。你是否也在庆祝的场合或活动中拿过气球小狗呢？气球小狗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气球艺术品。这些气球小狗通常由专业的气球艺术师利用长条气球塑形成一只可爱的狗狗，为人们带来了欢乐和可爱的瞬间。今天艾芙琳就跟大家分享如何用毛线勾出一只可爱的气球狗狗。我所使用的线材是4股牛奶棉，另外准备了填充棉、装饰用的缎带以及铃铛。工具上使用了 2.5 的钩针、缝针、记号扣、剪刀以及镊子。而成品的完成尺寸，长大概15公分，高大概12公分。首先环形起针，钩织第一个椭圆体。毛线在左手绕线之后，利用钩针带出线来，接着钩织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这个起立针不算针数。接着在圈里钩织6个短针，使用十字短针，也就是钩针由上而下带出线来，再钩织短针。我在第一个短针上放记号扣，以方便我辨别它是第一针。接着剩下的5个短针，在钩织玩偶的时候，建议都用十字短针，以避免针目的歪斜。第一圈6个短针结束，收紧中间的线圈。之后我将采螺旋式的钩织，也就是头尾不进行引拔，直接在第一个短针上钩第2圈。第2圈在每个针目上各加1针，也就是同一个针目里钩织2个短针。第一个短针上我同样放记号扣，以方便我辨别它是这一圈的第1针。接着同个针目里的第2个短针，这样这个针目就完成了1短针加针。接着剩下的5个针目，每个针目也都各加1针，这一圈一共完成12个短针。第2圈12个短针结束，不做头尾相连的引拔，同样在第一个针目直接勾下1圈。第3圈以2个针目为一组，第一个针目钩织1个短针，而第2个针目钩织1个短针的加针，这样完成一次中括号的内容。之后重复钩织中括号的内容，每隔1针加1针。第3圈完成18个短针。第3圈结束，第4圈以3个针目为一组，前2个针目上各钩1个短针，而在第3个针目钩1个短针的加针。中括号内容重复6次，也就是每隔2个针目就加1针，完成这一圈。这一圈一共完成24个短针。接下来的第5圈到第8圈不做针数上的变动，在每个针目上钩织1个短针，维持24个短针，这样这个织物就会形成一个椭圆形。之后我们要进行减针，第13圈以4个针目为一组，前2个针目各钩织1个短针，而第3、第4个针目合并钩织1个短针的并针。我的并针方式是一次挑起2个针目的前半针，合并钩织1个短针，这样就完成一个并针。接着继续重复中括号的内容，每隔2针就进行一次减针，
这一圈减去6针，剩下18个针目。第14圈，以3个针目为一组，购置中画好的内容，每隔1个针目进行一次并针。这一圈同样减去6针，剩下12个针目，这样这个椭圆体就会慢慢往上收口。在第14圈之后，我们可以先填入填充棉。我们将钩针上的线圈拉长，以防脱落。接着利用镊子塞入填充棉，不用塞得太过紧实，以让它保有像气球一样的弹性。接着椭圆体的最后一圈，钩织6个短针的并针，最后剩下6个针目。第15圈结束，第一个椭圆体就算完成。我们不断线，继续接着钩第二个椭圆体，一样采螺旋式的方式钩织，重复钩织第1圈到第15圈。而在钩织下个椭圆体的第1圈时，只挑前半针钩织短针，如此2个椭圆体之间的衔接点才不会太厚。而第2圈到第15圈不需要挑前半针，以正常入针的方式钩织即可。而在每个椭圆体完成收口前，也是填入填充棉。之后我们会完成不同大小的椭圆体，可以按照接下来的文字解钩织。我们先钩织椭圆体 A 3个，每个 A 钩织第1圈到第15圈。除了一开始我们所钩织的第1个椭圆体之外，之后的椭圆体第1圈都钩织在前半针。每一圈都是以螺旋式的方式钩织，并且在每个椭圆体收口之前填入填充棉。3个椭圆体 A 之后，按文字解钩织1个椭圆体 B， 接着又继续钩5个椭圆体 A， 最后是椭圆体 C。 椭圆体 C 的第9圈到第14圈是小狗的尾巴。钩织结束，这个织物就会像是被分段好的气球。我们确认一下每个部分的数量是否正确。确认完之后，接着就可以断线，留大概60公分的长线做缝合。断线之后，尾端这里会有缺口，我们利用缝针将线头依序穿过每个针目的前半针，最后拉紧线头，将这个缺口给收好。接着我们继续将线头引到第9个与第10个椭圆体之间，之后我们会像折气球一样，只是用缝合的方式将这个织物形塑成小狗。我们将第9个椭圆体折向第8个，这个部分是小狗的后脚。此时线头刚好在这个位置，利用线头将两者缠绕固定。我们可以将椭圆体交界的地方交叉，以方便缠绕线头，大概缠绕3-4圈即可。如果想要让这个小狗更紧实一点，我们也可以在每个部位相接的地方利用线头穿缝，让部位之间更密集，
所以我在后脚以及腹部相接触的地方穿缝。我们将线头穿过气球小狗的身体，将线头引到第6个与第7个椭圆体之间，接着要折气球小狗的前脚。我们将第6个椭圆体折向第5个，这里就是它的前脚。同样用线头在交界处缠绕固定，前脚与腹部接触的地方也进行穿缝，让它们更密集。在穿缝的时候，记得前脚的方向与后脚的方向要一致。接着继续将线头穿过气球小狗的脖子，将它引到第3个与第4个椭圆体之间。我们将第3个椭圆体折向第2个，这个部分是它的耳朵，也在椭圆体的交界处缠绕固定。在耳朵与脖子接触的地方穿缝，让它更密集。耳朵与嘴套接触的地方也是进行穿缝，而脖子与嘴套相接触的地方也进行穿缝，这样可以避免这个气球小狗的各部件之间过于松散。穿缝结束，在不显眼的地方打个结并藏好线头。最后你可以选择为它加一点装饰，比如加上铃铛，绑上缎带，或者为它加一个蝴蝶结。这样这个使用毛线钩织而成的气球小狗就完成啦，再也不用担心因为折气球而带来爆炸的恐惧了。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感谢您的收看。喜欢的朋友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下一集见喽，拜拜。